你再吃一颗，我就去你家铺子搬一口铁锅回来。妈妈，你搬的动算你厉害。你说这是哪家姑娘要这样的阵仗迎娶？不知道，但肯定是大户人家。这排场，咱们青山堡20年都没见过。这是要在我家订点什么锅碗瓢盆的成亲用？这大生意不得赚翻了！请问哪位是李窈窕姑娘？我就是。阿叔有何吩咐？我爹在里头，你要打什么铁器直说便是。今日是咱们家盛探花来向您家下聘的。谁？我啊！娶谁？娶我姐李窈窕。进去叫娘回来，别在这丢人。盛探花是盛家，那个家财万贯的盛家。阿叔，你们怕是弄错了，我这辈子都不认识姓盛的人，连盛家大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，跟您家探花更是没见过面，何来感情可说？他怎么就要娶我？现在你我见过了，可以谈谈感情了。李窈窕，这个长相的探花你也不亏。我这辈子没想过会被人这样下聘，但是眼前这人偏偏看起来不像说笑。他这样的人肯定喝惯了好茶，哪里看得上我家这点存货？既然他不在乎，那就省着点，别白糟蹋了。姐，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你真认识他？你少废话，去门口守着，别让街坊进来瞎凑热闹。行吧，但你要是被欺负了，跟我说一声。晚辈盛航阳，今日冒昧登门，还望二位见谅。坐，喝茶。盛公子，我们家窈窕，她是个普通丫头，哪里配得上探花郎？晚辈此番前来是诚心求娶，并非儿戏。若二位允许，晚辈想单独与丽女说几话。娘，没事的，你先出去坐。小女与您素昧蓬生，敢问今日何故上门求亲？我听说李姑娘在这条街上很有名。难道是半个月前的那场风波？你们家的刀是烂货，3天就坏，赔我一把新刀，还有一口铁锅。你这刀的把子都朽成这样了，哪能是3天前买的？就是你家的，就是3天前买的，不赔我就不走。孙大娘，这把刀的木头把子都腐朽成这个样子了，您说是3天前买的，那我们家这铁匠铺卖的是腐朽了几10年的木头把子？你这丫头片子，少废话！您说是3天前买的，那好，我去看看3天前买的刀还在不在。孙大娘，这把是3天前买的，刃口还亮着呢。您手里那把是多少年前的？您心里比我清楚。各位邻里街坊，我爹是什么人品，大家清楚。物证在我手里，诸位都是见证，将来要有那没皮没脸的告上县衙，也都能说个清楚明白。那日是孙家欺人太甚，我不能看着家父受辱。其实我平日里不是那样的人，小女并非牙尖嘴利之辈。实不相瞒，在下家中有本挺难念的经，才劳烦姑娘相助。你帮我守好后方，每个月我给你300两银做工钱，若是办得好，另有提成。但我这人最是侠肝义胆，路见不平势必要出手扶助的。完了，我中计了，他根本没在听我解释，他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话。就这样，我们很快达成了合作，婚期就定在2个月后。姐，那个盛大人是不是拿了什么威胁你？你要是真不愿意就说，咱家人不怕事儿。他没威胁我。那你为什么答应？因为划算。乖女儿，爹给你打一顶头冠吧。爹，你是个老实憨厚的人，不必整这些花里胡哨的。其实是怕他拿铁来打，那玩意儿沉，戴头上不得压死我。
爹还是给我打了一只铁簪子，还挺趁手的，磨利点儿，兴许能当飞镖使。窈窕，娘问你，你今日是真心甘愿的吗？有没有后悔？圣王前程似锦，我心甘情愿，不曾后悔。姐，要是他对你不好，你跟我说，我打得他跪地求饶。瞧你这模样，先顾好你自己吧。这臭小子嘴上从来不说软话，偏偏这副样子倒是瞒不了人。我是个不喜欢想太多的人，但这会儿坐在轿子里，往后想，往前想，忽然有点摸不准这趟路要走到哪儿去。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，先把钱挣到手再说。说我是个青面牯甲的母夜叉，或者是个跟孙大娘一样的人呢？你也这么愣到上门提亲？他们还说了你是打铁西施。哼，这帽子戴的，也不怕把我压坏了？好吧，其实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。他要的不只是一个能打架的，他要的是一个能站得稳、撑得住场面的人。恰好这个人是我。你若应付不来，便大喊一声夫君，快来相助，我即刻回来。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盛家这本难念的经，我既然接了这个差事，就得把它念好。恒哥儿娘子好没规矩，长辈未到，不站在门口迎候，竟自己坐在主位上，这是你能坐的地方？方才诸位长辈不在，我是这处的当家主母，为何不能做主位？你竟敢使唤我的女使扫地！哎呀，原来是姑母的女使，您真是用心良苦，侄媳该怎么感谢才好？侄媳今早一来此处，这婆子就告诉我，进公婆的茶须得心腹早起采露，减足888颗茶叶，亲手煮好，逐一上门去敬。侄媳起晚了，理应先洒扫厅堂请罪，等着亲长们到来。那为何是他在洒扫？你为何起得这样晚？您成过亲的吧？我以为为什么起得晚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这婆子当着这样多下人的面，说她是主君姑母的女使，叫当家主母扫地擦桌。世上哪有这样的规矩？我正要发火，却突然想明白了。姑母这是怕我立不住威，特意送了一只鸡，让我杀了靖侯啊！什么样的人家会有这样扯淡的规矩呢？我父自幼孤苦，不曾听说这位姑母援助过，竟然摆这样的架子给她的新媳立威，这是多么厚颜无耻的行为！我想姑母这样大家闺秀，怎会如此？不过，我想长辈们也是开玩笑的吧？谁会真的来喝我进公婆的茶呢？那也太不要脸，也不折了自己的寿数。你给我等着！恒哥儿媳妇，你听了这半天，怎么一声不吭？我不懂这些啊，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姐妹日常说惯的，倒是忘了妹妹与我们出身不同。弟妹，你平日在家里都做些什么呢？洗衣做饭，种地喂狗，有什么活干什么活，还帮我爹打铁。这样一根银筷子，我知道怎么把它做成一柄小刀，见血封喉，只需在人颈侧轻轻一划，即刻毙命，喊都喊不出来。吃饭嘛，好好吃就是了，说这么多废话做什么？夫人，坊间有几位亲眷去主君书房求见，说是要替今日的事讨个说法。见着了。老奴说主君正忙于公务，不便打扰，请各位稍后。各位等了半个时辰，老奴去回了一声，主目的意思便是主君的意思。几位爷和夫人们商量了一阵，今日下午便有人叫人收拾行李了。照老奴估计，明日一早大半都要回去的。何叔，辛苦你了。这都是老奴分内的事，夫人今日当真厉害。不过是照实说话罢了，哪里厉害了？
这一关算是过去了，但这才刚开始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窈窕回来了，瘦了没有？吃的好不好？爹，我才出门几天，哪就瘦了？走吧，进去。窈窕，我听说他家那些亲戚都不是省油的灯，这几天可难为你了，受什么欺负没有？没有的，娘，我不是什么软柿子，哪里那么容易吃亏？你跟娘说实话。真的没有，娘。那些人想找茬，我没给他们机会。娘不懂那深宅大院里头的事儿，也不能给你出主意。咱们这样的普通人家也帮不上你什么忙，只能在这里多担心你些。娘这2天都睡不着觉，你这亲事成得仓促，我总担心你过得不好。娘亲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过得好着呢，2人1顿饭都能吃4个菜。你呀，说来说去就知道吃，吃得好才是真的好，不是吗？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。要是真有什么难处，记得告诉娘。知道了，娘。蒜在那个篮子里，你端出去扒着，一会儿炒菜用。好。你平时都做什么？处理公务、看书、写折子。哦，对我姐好点。自然。李显宇，扒蒜。凭什么是我扒？因为他回去还要写折子，带着蒜味不合适。你打铁的，带点味道无所谓。净是理由。他不就是读书多点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还要我伺候？说什么混话？叫姐夫，我俩成了亲，他跟咱们也是一家人。何叔说你回去还要写折子，带味不好。无妨，我会洗手。到了家里记得多加件衣裳，入秋了早晚凉。知道了，娘。饭要按时吃，别为了忙那些账目就忘了吃饭，那不值当的。要是有人欺负你，记得告诉娘。娘，我您还不放心。李显宇，照顾好爹娘。知道了，啰嗦什么？夫人，您父母来信了。怎么了？可有什么大事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李显云跑了，爹娘来信让你把他抓回家去。跑了？跑了。小舅爷从前便时常听那些过路的江湖三说刀剑的事儿，老奴早猜到他有这个心思。他从小看我爹打铁，那些过路的侠客来修剑，他就跟在旁边听，听多了，自然就想自己也去走一走。你知道他有这个想法？猜到过1、2分，但爹娘不让，我也没多说什么。他从小被我和爹娘护着，出门一个人也没吃过什么苦头。你担心他？外头不比家里，什么人都有，什么事都能遇上。他带了剑，带了剑又怎样？剑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他那点功夫够不够用，我心里清楚。抓他回来这事，岳父岳母是气话。贤允出去闯一闯，未必是坏事。你倒是想得开。人总要自己走出去摔一跤，才知道脚下是什么地。你当初不也是这样的？他要是真吃了亏，总要找地方躲一躲。回来是回来的，就是不知道那把剑够不够护住他。行了，你去忙吧，别迟了。放心吧，他有分寸的。去吧。姑母真客气，都在皇城根底下住着，半条街的事，串个门还把表姐表妹全带来了。恒哥自幼亲缘淡薄，
如今成了家，我这个做长辈的自然要多费些心。这些姑娘都是我精心挑选的，知书达理，样貌端正，留下来给你和恒哥做个伴儿。那倒不必，府里下人够用了。姑母要是寂寞，就领回家去当个牌搭。你这孩子真不懂事，我带他们来是给恒哥开枝散叶的。侄媳不是不懂事，是给您留着脸呢。当姑姑的给新婚侄子送一排新人进门，这事儿要说出去，夫家丢人，母家没脸，两头都不好看。今日来，其实是有一件大喜事要说。我儿松风为官3年，兢兢业业，终于熬出了头，要升迁了。恭喜姑老夫人。我来呢是想给恒哥一个机会，你们出些银子给松风通通关系，签个高点的官，将来兄弟俩在朝廷互相帮扶，也是一段佳话，不是？表哥升迁是好事，但你要是花了这个钱，迁到哪儿去，可就不好说了。什么意思？本朝幸会是大忌，轻则丢官，重则抄家。姑母是明白人，这个道理不用直切多说吧。银子出了门，进了谁的口袋，办没办成事儿，谁也保不准。到时候钱没了，事儿没成，反倒落了把柄在别人手里，这账怎么算？我儿天资非凡，封侯拜相指日可待，不过是用自家的便利早些实现，有什么关系？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父6岁便人人夸他是天才，那年就让他不可考，直接当状元多好，要耽搁这许多年的光阴。我是盛家的大小姐，不过是要一部分祖产，你个心腹还做不了主。您说的对，我确实做不了主，所以等你外甥回来跟他说吧。他若点头同意，我立刻拿牌子支钱给您。你要是愿意留下等他商量，就留下吃个午饭。我叫厨房今天多炒一个菜。李窈窕，你别以为你嫁给了恒哥，这些钱就都是你的。我告诉你，这盛家的家业是我保下来的，我要多少都是应该的。我实在是命苦啊！亲爹留下的家产我没捞到多少，被侄子全数占去。如今他娶了个心腹，更是连我那份都吞下了呀！劳姑母费心，送这么多姐妹来给我作伴。只是我与夫君新婚燕尔，实在用不上，就不留他们了。分祖产的时候有县衙的人公证，该给您1双筷子都不会少给半截。您若觉得有猫腻，只管告上大理寺，咱们锣对锣，鼓对鼓，一样一样算就是了。你个专横跋扈的！娘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他怎么跟你一起回来了？他说婚宴那日忙于公务，没能参加，来登门道歉。快1个月了才来道歉，敢在这当口，不用猜也知道打的什么算盘。哎呀，弟妹，真是对不住，我母亲跋扈惯了，您别跟她计较。姑母不过是性子急切些，倒也没说什么不堪听的话。我娘是什么脾气我知道，真是对不住了。她就是个眼界浅的无知商妇，教养不高。无事不登3宝殿，周公子今日来究竟有何事？没别的事，咱们表兄弟许久没见，叙叙旧，沟通沟通感情，将来也好相互照应。许久没见，有多久？今日之前，上一次见面，我应该才12岁。我也是忙于公务，甚少得闲。表哥近日要升迁了，该更忙才是，怎么倒忘出功夫来串门了？我猜着了，是表哥还想再升一升，这才想起这个家底丰厚、仕途顺畅的表弟来了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既然是亲兄弟，举手之劳也是应该的。亲兄弟，10年8年见不着一回，也不是一个族谱上的，这是个什么亲法？再说了，这是你母家的血亲，你却站在院子里说你母亲是个没教养的商妇，哪家会忍下这口气，还要帮你打点升官？当年是你们盛家有求于我们周家，我们帮了，这是你该回报的。不过是叫你说几句好话，少使些钱财罢了。你们家果真都是粗鄙不堪、忘恩负义的势利商贾。丰元13年，你父亲借了盛家3万千两白银，用于生意周转。丰元16年，借5300两，合家2年借1000两。我祖父从未讨回，全当还了当年救急之恩。
今日你要挟恩图报，就先把这38300两还回来再议。若是上门求情办事，你站在我家院子诋毁我家女眷，我更无法答应。行贿触犯律法，我身为朝廷命官，更该以身作则。若表哥一意孤行，我只能大义灭亲。事已至此，先吃饭吧。你很讨厌你姑母吗？我幼时父母早逝，家中亲眷都避之不及。我知道姑母要看婆家的脸色过日子，哪怕她真的想要照顾我，也是多有不便的。她只是不曾帮扶，也没有害过我。何叔跟我这很多其他的事，说了你小时候过得不怎么好，你那时过得也很不好，不必为了没帮上别人感到愧疚。你幼时受过苦是真的，他过得不好也是真的。既然都是苦，何必要比出个谁轻谁重呢？这些都是过去很久的事儿了。人活着最重要的是眼前和明天。没想到你还是个过日子的人。过日子的人多了去了，有什么稀奇的？我成婚快2个月，也攒下了800多两了。可这连着1个月风平浪静，日子反倒闲得无聊。拿着这份钱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要不干脆回家去看看爹娘吧。这怎么挂上去了？快去找梯子来，我自己上去取。是。怎么爬那么高？别摔着了。你先收着吧。你猜我的袖子里藏了什么？宝剑、银票，或者一封情书。上车的时候就发现他在里边了，这么小也不知道怎么爬进来的。最近你在家无聊，给你做个伴。你刚才取风筝爬得挺久，我看你下来颇利索。绕了个大弯才能避开附近那个鸟窝，麻烦了些。那里还有鸟？我读书前那窝燕子多年未见，想必已传宗接代。哎呀，之前宅子里修了几处地方，老太爷说那个窝不用拿掉了，当做积德。但是那窝空了好几年，连我也给忘了。就叫你栗子吧，你这头圆圆的，像个毛栗子。盛大人才高8斗，学富5车，怕是觉得这名字太俗了。要不你给他取个更文雅的？没有，就是觉得你起名字都挺实用的。你看，2个大人竟为几只普通的燕子笑得这么开心。这燕子连年返回，仿佛知晓家中事。夫人，这是您父母来的信件。怎么了？可是有什么大事？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就是问我过得好不好，能不能给李显允抓回家。爹娘还说今年雨水多，幸亏家里不指望种地食用。北地大旱刚过，京城周边又连降暴雨，何家窑发了好几封急报，田地全淹了。朝廷让官员筹款，他们互相推诿。何族幼老商量，让我出5城去换5年皇上的合作。钱是小事，但你去赈灾，这差事可不好干。没办法东推西让，派人去灾区这事，最终还是落到了我头上。吃完饭收拾东西吧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出公务而已，灾区环境恶劣，你别去受苦。我会修工具，也会做大锅饭，多个帮手不好吗？你树大招风，难保有人趁乱作妖陷害你。我拿了你的工钱，得帮你把后方看好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算下来，我到何家峪已经整整5天了。京城那边倒是没怎么下雨，站在城墙，顶多望见这边一片阴云。谁也想不到此处雨势竟这般凶险。这些日子我打理炊具，修补农具，整日守在营地灶台旁。盛衡阳则跟着众人一同挖沟护田，我俩忙得脚不沾地，一连几日都没能见上一面。他自幼养在富贵堆里，也不知道这种地的苦吃不吃得消。
窈窕丫头，不好了，熬粥的那口大锅漏了，你快去想想办法吧。婆婆别急，我去找在田地里忙活的张铁匠，请他出手修补。那就劳烦你跑一趟了，营地里数百人都等着热粥果腹呢。这破路！李仙远，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好歹是个行走江湖的侠客，结果倒好，让你抓来补锅，我也是要脸的。你还好意思提这茬？爹娘来了好几封信，让我找人抓你回家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听说这边遭灾了，有人劫道，正好回家路过，就来看看。但这一路上连只青蛙都不蹦了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的劫道。正好盛衡阳在这儿奉旨救灾，我跟他说一声，查一查这谣言的来路。他不是文官吗？这事儿怎么落到他头上的？还有你，好好的京城府邸不待，跟着跑到灾区来做什么？还能因为什么？树大招风罢了。倒是你在外边浪够了，怎么舍得回家了？怎么了，少侠？莫非江湖险恶，你掉沟里了？我原以为手握长剑，脚下便处处是江湖坦途，可真走出来才发现，路处处都是，却不知道我要走哪一条。从前总嫌你和天娘把我当成不懂事的孩童，这一趟世面见过了，人也认识不少，才发现我确实是小孩。人嘛，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。你能意识到自己是小孩，就是已经长大了。喂，男人的头可不能随便乱摸啊！幺娘啊，这位是从京城来救灾的盛大人，他忙了一整天没有吃东西，你这儿还有没有什么现成的干粮啊？我俩从到这儿就分开行动，旁人都不知道我们是一路来的。没有现成的了，我给他烤2个地瓜吧。咬娘真是个难得的好姑娘，什么都会干，又漂亮又勤快，不知道谁有这个福气能娶到她哦。是啊是啊，我姐又漂亮又聪明，不知道将来要便宜谁了。这么好的白菜让猪拱了得多可惜啊！哎呀，盛大人年岁几何啊？成亲了没有啊？小李师傅啊，我老婆子一到下雨天腿脚就疼得走不动路，想要个结实点的拐杖，你帮我做一个吧。哎，婆婆，我还……那什么，把马凳靠近炉子贴墙放吧，靠墙烤会火能舒服些。这大概就是旁人说的不群金钗难掩国色天香吧。看什么？看你连日奔波，肯定累坏了，要不靠着墙歇一小会儿？你难道不累吗？这边杂事繁多，你也忙了一整天。我哪有你们挖沟累？现在没什么事儿，歇好了明天才能好好干。睡一小会儿，有事你叫我。你之前还说自己不困呢，那你还说你就睡一会儿的。尝尝我的手艺，天底下独一份。味道当真叹为观止。姐，给我留2个，赶了半天路，累死我了。幸好因为下雨，提前收了春地瓜，不然地里这些不能要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？对了，咸鱼怎么来这儿了？他说听说有人劫道，来看看。眼下救灾要紧，先留神看看有什么不对劲的，凡事多加小心。放心，我肯定护好我姐。盛大人只管安心处理公务就行。婆婆，我想向您坦白个事儿，我和盛大人是夫妻关系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是我老眼昏花，之前还胡乱撮合你们，真是对不住了，丫头。下次人家再说提亲相看，你能不能别总拿我年纪小当借口？我只是单纯不想成家罢了。想当初别人给你说亲，你可从来不说自己年纪小，不着急。没办法呀，我是你姐姐，用年纪小这个理由回绝旁人最合适不过了。说真的，你当初答应嫁给盛衡阳，
该不会也是被旁人催婚催怕了吧？你这臭小子，净说混话！我岂是把婚姻大事当成儿戏的人？我这哪里是儿戏？一来有安稳去处，二来还能赚不少银钱，怎么算都不吃亏。着火了！县衙后院着火了！大人，这2间房是个旧仓库，早就不放东西了。只要把火势指在这个院子里，不蔓延开就没事儿。我听见街上有人喊着火了，就来了。你今天不在县衙，怎么比我来的还晚？今早有人说滴的沙包被冲垮一处，我们刚去看了，并不严重。这火起的蹊跷。姐，我没事，你别碰了。哎，疼！哪里疼？是伤到骨头，还是指皮肉脊伤？无妨，胳膊没有骨折，只是磕碰伤到了骨节，悬吊休养几日便能恢复。你下次再这么直接闯进去试试看。我错了，姐你快散手吧，我求你了。先擦擦手上的尘土，这里后续有官兵和村民处理。你跟贤宇先回家看看岳父岳母，等这边事务收完，我再写信通知你们回京。你一人在此，难免有顾及不到的地方，我留下来帮你。不是，我是商号，你俩要给我流放回去啊？你这胳膊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在外边被人打折了？我的青天大老爷，我这可是见义勇为受的伤。这往日在圣府，每日打理家事，忙个不停。如今待在家里无事可做，身子清闲了，心思反倒乱了起来。也不知道和佳瑶现在怎么样了，盛衡阳一个人在那边应付得来吗？看你魂不守舍的，一天天净在想什么？这么惦记你家郎君啊？臭小子，再乱说话，明天让你生啃骨头，信不信？我这只是担心他的安危，哪里算得上惦记？应该不算吧？你就是嘴硬，别担心了。下了那么久的雨，那仓库没人管，肯定积水严重，房梁潮湿，怎会没来由着那么大火？肯定是人为的，要给某人使绊子喽。等我胳膊好了，去走一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别搅和。今后不管遇上什么事，都要把自己的性命放在第一位，千万记住了。回想从前，我也曾和他一样，如今再看，才发觉成长本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。养娘，我想问你，你当初快要亲的时候，心里是什么滋味？会不会紧张呀？哪有什么特别的心情，只觉得一连串规矩琐事实在麻烦得很。看你这副样子，这2个月莫不是有什么喜事？难不成你也要出嫁了？哪有，就是有个人还挺好的，我有点喜欢。这个人你也认识的？我也认识。到底是谁啊？就是那个谁嘛。那个谁？难道是那个老去你家铺子买东西，一挑挑半天，有时候让你介绍，有时候给你讲典故那个书生？自打你出嫁之后，我娘就一直操心我的婚事，总想着托人为我说亲。那天他正巧在铺子里，听见我娘跟胡婶说要给我相看。第2天我一个人在铺子里，他便直白表露心意，说心悦于我，想娶我为妻，问我愿不愿意。他喜欢你，怎么还老是去找茬？这哪是找茬呀，娘娘啊！他当然是为了多见见我，跟我说说话呀。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？也就你们家盛大人能受得了你。姐，你的信。盛衡阳路上奔波，大概后天才能抵达京城。那我提前1日返程，刚好可以在家中等他归来。铲子都磨损成这般模样，平日里得炒多少道菜呀？害他娘，你累坏了吧？爹，您这也太夸张了。要是全是娘一个人用坏的，那饭罐1个月得挣多少啊？你们2个小孩子不懂，真心爱着一个人，才会处处心疼他。怎么还特意带回来修的？
随便找个什么师傅打一下不就行了？哎呀，你爹说要给我修一辈子锅铲和锅，他愿意修就给他修吧。我娘子所用的锅铲，全都该由我亲手打理，这是身为一个男人的荣耀。夫人别急，大人今天回京，先要去交接公务，耗时长，要比平时下朝晚一点。我不急啊，我一点都不急，有什么急的？我只是有话想跟他说，我想问他要不要一直搭伙过下去。回来了！盛大人有贪污受贿之嫌，现已收押候证。我等奉命看守此处，诸位莫怪。姑娘，这次的事儿棘手得很，赈灾上报的银钱数目和实际入库的银两对不上。盛大人是此次捐银牵头人，自然成了首要问责之人。不是说是路上遇到劫匪劫走银两了吗？当地官府早已核查清楚，连日大雨阻断道路，根本不可能有马匪出没。后来去县衙调取账册对账，可偏偏县衙失火，所有账本全都烧成了灰烬。如今线索全无，所有过错都一股脑推到了盛大人身上。你放宽心，现在只是收押候诊，并没有定下罪名。只要没有实证，我们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回去我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抢占先机。你还记得吗？今日恰好是我们成婚100天的日子。眼下我一心和你商量如何保命，你别扯旁的事。当时我说只需要你帮忙，没想到会有如今这样的局面，终究是连累了你。如今案子转机尚存，可凡事都有万一，真到走投无路的地步，你就把自己摘出去，莫要再被我牵连。姑娘，时间到了，你安心在此等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听说了吗？盛大人的案子突然翻案了，转机来的也太突然了。可不是吗？出手的是盛家姑母，她直接拿着周松峰和盛家叔父往来的信件、账本，全都交到大理寺去了。好好的，也不知道为何要这么做。嗨，说穿了就是贪心作祟。他们不愿按数攻陷赈灾银两，周松峰心里又记恨盛大人，索性联手设局，想借着银弹对不上账这件事儿，把人彻底拉下来。真是够蠢的。这次捐银虽说数额巨大，可换来的是5年皇山合作的资格。有这份身份在，1年时间就能把本钱全部赚回来，怎么算都是稳赚的买卖。如今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还赔上了于商人而言最重要的名誉。小丫头，今日这般规规矩矩行礼，我反倒有些不习惯了。从前各有各的难处，今日还多谢姑母不计前嫌，出手大义灭亲。自己亲生儿子犯下错事，自然要让他承担罪责。我侄儿平白蒙受不白之冤，我也绝不可能袖手旁观。姑母可遭连累了，不知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已经和离了，今后便是自由身。和离？过几日我准备回一趟老家，算起来从我出嫁至今，竟小30年没回去了，一直没能回去看看。回头我去巡一趟铺子，该不该查的都看看。盛家的生意由我看着，恒哥只管放心做官。恒哥儿，从前姑母行事多有不妥，也从未好好照拂过你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姑母当年也有诸多身不由己的难处，我不曾埋怨。人活着最重要的是眼前和明天。这句话怎么听着格外耳熟？好像不久前我也说过。如今见你有这般安稳的归宿，想来你泉下的父母也能安心了。窈窕这姑娘心性不错，就是性子大大咧咧，半点没有寻常女子的温婉淑女模样。姑母这话也太实在了，我就不多打扰你们了，日后你们好好的。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没想到事情会以这样的方式落幕。世事难料，但好在一切都回到了正轨。往后总算不用再提心吊胆了。周松峰判了什么？革职，流放边陲，叔父那边同罪，家产充公。就这啊？我还以为会重一点。一律以示从重啊。行吧，你比我懂，反正人没了，以后消停就好。多吃些，连日奔波，该补一补。你倒学会这套客套了。
还有件事跟你说一声，案子结了，但周松峰在经营多年，依附他的人不少。这些人里有些断了财路，有些怕被清查，不一定会就此罢手。意思是还有人要来找麻烦？不排除。这段时间府里要加强戒备，你出门多带人。成，没问题。你上朝怎么办？随从备够了吗？有随从，再多备2个，别省那点钱。好。我来了，把客房收拾一下。谁让你来的？家里炖的那个骨头汤我喝够了，过来蹭几天不行吗？你是来养伤的，还是来蹭饭的？一样。仙运来了，何叔，收拾客房。你看，姐夫比你好说话多了。你要是真来养伤的，就好好待着，别乱跑。我不是来养伤的。那场火我一直想不通，废弃仓库积水都进了大半，怎么烧起来的？再说劫道的谣言，往来往去的剿夫商队沿路都在说，可我走了那一路，连个青蛙都没见着，哪来的劫匪？你的意思是，这2件事是一个人干的？不一定是同一个人，但肯定是冲着同一件事去的。纵火是要销毁账本，谣言是要封堵来路，让姐夫这边孤立无援，对不上账又找不到证人。纵火和散布谣言都在赈灾期间，能同时部署这2件事的人，在当地要有根基，在朝中也要有人配合。周松峰已经倒了，但他手里的那些人还在。对，案子是结了，但背后的人说不定一个都没动到。你打算怎么查？我们换了5年皇商合作，正好借着侦查皇商产业的名义，沿赈灾的路线走一趟，顺带把当时的账目和人脉摸清楚。行，什么时候出发？我也去。你？我就一个胳膊不好使，腿又没事儿，我去有什么不行？你们2个，一个要管账，一个要应付官面，跑腿打探的事儿谁干？胳膊养好再说。那就说好了，等我好了一起走。大人，这是辜老夫人整理过后移交的全部门店账目，连同各处管事的名册，共计17处铺面，沿京城往何家窑方向一路分布。这3处在赈灾路线上，当时银两转运也经过这一带。从这里开始查，往何家窑方向走，顺路把管事见一遍，账目对一对。这个地方我知道，离青山堡不远，以前有江湖客路过提过这里的名字。这条路我走过，沿途驿站不少，消息流通快。当时谣言能传那么广，说不定就是从这一带散出去的。离远点，挡着光了。反正这条路我熟，到时候打探消息的事儿交给我。行，就这么定。什么时候走？车马已备好2辆，护卫6人，行囊按半月行程清点，随时可以出发。那就3天后走。我把账目再看一遍，心里有个数。我这胳膊再养几天，差不多也好了。3天正好。好没好你说了不算，大夫说了才算。大夫早说差不多了。路上有需要打点什么官面关系吗？你提前说，我好备着。这几个地方的县令跟盛家有往来，到了打声招呼就好。行。第一间铺子是卖什么的？布匹杂货，兼做货运中转。中转？赈灾银两当时走的就是这条线。这家铺子的管事经手过一批物资调配，所以先查这里。聪明。你就不能好好夸我一次啊？等你做了值得夸的事再说。盛大人驾临，小的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不必多礼，把近半年的账册取来，货品清单一并备好。账目上7月有一笔货款，走的是内河水路。这批货是什么？回夫人，是一批布匹棉絮，走水路送到何家窑赈灾用的。当时陆路不通，只能走水路。出货日期和到货记录都有，对得上。货我要看一眼。夫人请。今日就到这儿，账册留一份副本给我们带走。是是是，这就去备。今天这家看着没问题，账面没问题，货品没问题，但我注意到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他们库房里有一批棉絮，入账时间是7月，说是送去赈灾的，但我翻了赈灾那边的收货记录，收到的是8月，
中间差了快20天。20天？货在哪儿？不知道，但水路从这里到何家窑最多5天。货在途中停了半个月，这段时间可以做很多事，比如把货里夹载的东西取出来，或者换掉。明日往下一站，留心一下水路沿途的货兔。行，睡了，明天早走。哎，姐夫，他每次说完就走，你习惯了吗？习惯了。我听见了。篡改的地方集中在7月到9月，正好是赈灾那段时间，改的都是出货数量少报了，多出来的货按这条线走的就是卢美度。人证、账目篡改的记录都有了，但要上报大理寺还需要一样东西。这批货最后留下哪里？有没有人经手收过？要有实物或者当事人的口供。手巴南他知道货的去向，所以他不能跑，但也不能现在就动，一动就打草惊蛇。后头的人跑了，这件事就又断了。继续巡查，按原计划走完最后几家铺子，表面上没有任何异常，让他们以为我们还没查到关键。还需要盯死手巴南，等他跟上线接触，那个人才是我们要找的。大家来看看，朝廷派来的钦差巡查，说是核查商铺，实则挪用商银中饱私囊，这是证据，白纸黑字写着呢。会造的。哪来的证据？拿来我看看。你是谁？敢管这事儿？我是盛衡阳的夫人，皇商巡查是我一起经手的。这所谓的证据，我看看是哪里来的。这张单据落款时间是今年7月，但你们看这里，墨迹的深浅不一样，这一行数字是后填上去的，用的墨比旁边的墨要新，颜色明显深一圈。做假账做到这份上，未免太敷衍。你说假的就假的，谁信你？这位先生，您看得清墨色吗？确实颜色不一样，这行字像是后加的。皇商巡查有完整账册记录，每一笔进出都有原件存档，什么时候核查，账目在哪里，一查便清楚。拿这一张墨色都没透透的假单据来这里闹事，是谁指使的？不妨说清楚。这明显是假的，墨都没干透，昨天写的。说吧，谁让你来的？说清楚了好处理，说不清楚就是镇上货站的一个人，给了钱，说让我们来闹，越乱越好，别的我不知道。货站？哪个货站？就在码头边上那个，掌柜姓陈。姓陈的，就是手巴南接触的那个货传。对上了，他就是这条线上的直接指挥，上头还有人，但他是我们现在能抓到的。他知道我们在查，今天这出是要把我们赶走，或者再次把我钉上贪墨的帽子，两条路都没走通。那就今天收网，等他跑了，线就断了。陈掌柜，人不用跑，后门和码头都堵上了。夫人，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。不知道，篡改账册、安插眼线、伪造单据栽赃，外加试图转移证据，你要我一条一条说清楚。是周家的人找上我的，说案子虽然结了，但盛衡阳还在查，让我配合把这条线上的痕迹都处理掉，事成之后有重谢。周家哪个人？就是周松峰身边以前的一个幕僚，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，只见过2次面，通信用的是假名。信件呢？够了，人证物证齐全，押回京交大理寺。此案涉及周松峰残余势力借皇商渠道弄权舞弊，另有幕僚指使栽赃、劫夺人犯等罪。大理寺即刻立案，涉案人员依律处置。有劳。大人、夫人，回来了。好好的，别这样，叫人看见了以为出什么事了。老奴这就叫人备饭。你终于回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，有大事要跟你说。婚期定了？
你怎么什么都猜得到？你这副模样，不是婚事还能是什么？我们把婚期定在2个月后，双方父母已经见了面，一切都定好了。好，到时候我去。说定了，你不许不来。燕子走了，明年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。会的，去年回来了，今年也会。这一年事儿挺多的。嗯，值吗？